2024年11月21号晚，俄罗斯向乌克兰南部城市第聂伯罗市发射了一枚配备常规弹头的 RS-26边界洲际弹道导弹。这是从22年全面入侵以来，俄罗斯首次在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中使用洲际弹道导弹。据乌克兰方面消息，该导弹击中了第聂伯罗市一座工厂，可能是乌克兰的导弹生产设施。这次事件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将洲际弹道导弹投入实战的案例。RS-26边界是俄罗斯在2006年开始研制的一型洲际弹道导弹，北约代号为 SSX-31。该导弹采用了固体燃料推进，具备携带分导式多弹头的能力。据报道 ，RS-26能够携带4枚当量为30万吨的核弹头，最大速度可达20马赫，最大射程约为6000公里。RS-26的研制旨在增强俄罗斯战略核力量的机动性和突防能力。与白杨系列导弹相比，边界导弹在命中精度、机动性、突防和毁伤能力方面均有提升。其高机动性能的自行式发射装置使其具备更强的生存能力，能够在更广阔的区域内进行战斗巡逻。从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俄导弹的分裂子弹头如铁雨般降落到城市上。一般来说，洲际导弹多装备核弹头，因此对精度是没有硬性要求。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子弹头分散到了方圆数百米的距离之内。和一般武器不同，这些子弹头散发着强烈的亮光，这是由于其在进入大气层时因重力加速度而不断加速，与空气摩擦导致的。一般来说，其末端速度可达30马赫，一般的防空系统难以拦截。但在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子弹头击中地面后产生的爆炸烟雾并不大。事后图片也证明，这次袭击的毁伤效果是有限的。大兵认为，这次俄罗斯装备的常规弹头可能并不含爆炸成分，而是由填充物或金属组成的动能弹头。这次俄罗斯使用 RS-26攻击乌克兰，可能是对近期乌克兰使用美制 ATACMS 和英制风暴阴影导弹对俄境内目标进行打击的回应。俄罗斯此前已经调整其核学说，降低了首次使用核武器的门槛。虽然这次发射的 RS-26导弹未携带核弹头，但它的使用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显示了俄罗斯对乌克兰及其西方支持者的强硬态度。这次导弹的发射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担忧。洲际弹道导弹通常被视为战略核威慑力量的核心，在常规战争中的使用可能改变国际军事冲突的规则。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此举可能是对美国军事支持乌克兰的不满，以及对北约在东欧地区军事存在的回应。乌克兰方面表示，其防空系统未能拦截这次发射的 RS-26，显示出乌克兰在应对高超音速武器方面的防御能力有限。这次攻击导致第聂伯罗市一座工厂受损，造成2人受伤。乌克兰政府谴责俄罗斯这一行为，称其为对乌克兰主权的严重侵犯。在当晚俄罗斯外交部的简报会上，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镜头前接到了一个电话，随后没有对发射洲际导弹的行为进行任何评论。在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内，大多数人已经忘记了洲际导弹带来的威胁，但是对于大国，尤其是美国来说，洲际导弹一直都让其如鲠在喉。无论是俄罗斯还是朝鲜，都具备通过洲际导弹进行核打击的能力，因此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在洲际导弹防御系统上投入了大量资金。美国拥有全球最先进的反洲际弹道导弹系统之一，其主要是由地基中段防御系统、萨德反导系统、爱国者导弹系统以及海基的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组成。这些系统协同工作，形成分层防御体系，以应对不同阶段的弹道导弹威胁。地基中段防御系统是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核心之一，专门用于拦截洲际弹道导弹。GMD 系统通过位于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的地面拦截器进行拦截，这些拦截器搭载动能拦截器，可以在导弹飞行的中段将其摧毁。GMD 系统的核心组件包括拦截导弹、地面雷达、指挥控制中心和通信网络。
拦截导弹首先通过地面雷达的指引获得导弹目标信息，然后依靠卫星和其他传感器持续跟踪目标，最终在适当时机发射拦截器将其摧毁。萨德反导系统主要用于应对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尽管其在应对洲际弹道导弹能力时很有限，但是它可以作为最后阶段提供额外的防护。萨德系统的优势在于其高机动性和快速部署能力。导弹拦截器配备有高精度动能杀伤器，能够在大气层外或边界进行拦截，从而增加了对敌方弹道导弹的毁伤能力。爱国者导弹系统是美国防空力量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应对战术弹道导弹方面具有显著成效。爱国者系统不仅可以用于拦截短程和中程导弹，还可以拦截飞机和无人机等目标。其核心是 PAC-3 型拦截导弹，采用动能撞击的方式摧毁目标，这种方式被称为命中即摧毁，可以最大限度减少拦截失败的风险。然而，在这次袭击中，爱国者并没有成功拦截俄罗斯发射的洲际导弹。此外，海基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也是美国导弹防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宙斯盾系统部署在美国海军的驱逐舰和巡洋舰上，具备移动性强的特点，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部署和作战。宙斯盾系统通过搭载的标准3拦截导弹来实现对弹道中断时对其进行摧毁。宙斯盾系统不仅具备防御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还可以用于防御区域内的战术弹道导弹，这使其在应对来自不同方向的导弹威胁时尤为重要。整个美国的反导系统运作依赖天基预警卫星、移动雷达站等，能够实时监测和探测敌方导弹的发射。天基预警卫星通过红外传感器捕捉导弹发射时的热信号，并在几秒内将信息传送到指挥控制中心，以便做出迅速反应。而地面雷达则负责对来袭目标的精确定位和追踪，为拦截器提供精确的目标数据。在导弹拦截过程中，指挥控制中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指挥中心通过接收传感器网络提供的数据，综合分析威胁，迅速做出决定，并下达拦截命令，使其在飞行过程中能够不断改变轨迹，从而增加了拦截难度。这对美国的反导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不断改进技术，以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威胁。目前该事件造成的影响尚未结束，截止大兵写稿时，纽约现货金价上涨 22%， 伦敦现货黄金价格上涨 21%。 这次事件呢，无疑会对未来的国际军事冲突产生深远影响。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应用可能促使其他国家重新评估其战略武器的使用规则和防御策略，同时国际社会可能会加强对高超音速武器的监控和限制，以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